但真的是如此吗？这真的是美国屈就拜登为了要挽回他的民调，真的有点示弱，特别配合中国吗？这部分我们想请教一下我们陈老师，陈老师你怎么看呢？我先讲一下我大概的结论哈。我觉得说从拜登在这次会谈中表现来看，他确实姿态比较软。但是呢，如果是从会谈的结果来看啊，这次会谈之后，中美冷战的这个战略格局是被固定化了。那么中共对国际秩序的威胁也表面化了。那么在这种局面下，美国其实已经进入了应对冷战的常规程序。那么拜登是不会跳出这个框架的。那么中共除了逞口舌之快，也跳不出这个框架。从这个角度来讲啊，中共输了。在这个框架下呢，台湾的处境啊，反而有一种比以前更加确定的状态。那就是说，冷战不息，那么防止热战就始终成为中美两国之间重点关注的问题和核心议题。那么要是防止有限规模的热战，也就是维持台海的稳定。我再补充一点，就是冷战状态下，美国的核心关注是防止战争，而不再是改变中共的制度。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，这次会谈呢是美东时间是11月15号晚上，北京时间是11月16号上午。那么时间来讲呢，配合好像是中共。那么拜登和习近平这个算是拜登上任以后的首次视频会谈。那双方出场的人物呢，美国这边是国务卿布林肯、财政部长耶伦，这个国安顾问沙勒文，国安委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印太协调员 Campbell， 美国国安委员会的中国事务高级主任 Rosenberg， 还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 Zin， 这样5位。那么中方出席会晤的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、国务院副总理刘鹤、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、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外交部副部长谢锋。那么这次会谈呢，是美方提出来的，是由国安顾问沙勒文安排的。先有一个开场白，然后就进入闭门会议。整个会谈分2个半场，一共是3个半小时。那么我下面介绍一下呢，是沙勒文自己谈到这次会谈的情况，因为他是参加会谈，也是这次会谈的主要的安排人。他是在这个会谈，因为本来就在美国白宫举行视频会议，所以散会以后，他马上下午就参加了几个小时以后，准确讲是半夜里，参加了华盛顿民主党的一个智库叫 Brookings Institution。布鲁金斯学会，那个学会呢倒是蛮抓紧时间的，这边会谈完快半夜了，那边马上开线上研讨会。那么沙勒文精神也不错，他在这个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个视频会上介绍说呢，这样的视频会议比通电话好，因为2个人有机会看到对方，那么可以根据对方的反应来交谈，这比通话呢是有根本不同的。那么会谈之前啊，美国就有记者打听到说，这次会谈的中心议题不是经贸问题。那么这个记者就在这个白宫的例行记者会上提问说，为什么是这样？他其实想套话问出来的，他的真实目的是这个记者想问的是，这个会谈的中心议题到底是什么？那么当时白宫发言人在会谈前的那个记者会上呢，这个 Psaki， 他回答得很虚。他说呢，这个重点有好几个啊，要和中国确定竞争规则，一个能够反映我们利益价值观的规则，能确保中国能遵守。这个话是外交套话。那么会谈结束以后呢，世界各国媒体的分析陆续都出来了。有一些媒体注意到，其实这次会谈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，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例行公事，等应奉词。那么这个中心议题是什么？就是台湾问题，更具体讲是台湾的安全问题。那么我下面呢，根据各个国家主要媒体的报道，用时间上倒叙的方式大致介绍一下。美国之音在11月18号报道这次会谈所用的标题呢是这样，叫做拜习会台湾议题激烈攻防互不退让，
专家称北京因双重沮丧警告美台。那这篇报道是这样介绍的，他说他是引用刚才提到的白宫国安顾问 Sullivan 在布鲁金斯学会的研讨会上的话。他说Sullivan 在那个研讨会上说，两位领导人在台湾议题上花了很多时间。拜登总统强调他对一个中国的政策的承诺，这个政策受到台湾关系法3个联合公报及6项保证，这是对台湾的6项保证的指引。就这个中共的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要受到台湾关系法3个联合公报以及对台湾的6项保证的指引。他也提醒习主席，他在作为参议员的时候曾经投票支持台湾关系法，因此他对台湾关系法是有深切的第一手的理解。就是说，台湾关系法想清楚地表明，任何以非和平方式形塑台湾未来的作为，都是美国的严重关切。Sullivan 还说呢，拜登总统还在会谈中表明，中共的某些行动潜在性的破坏稳定，因此他强调有必要研拟，就是研究和拟定一些方式来管理战略风险，设置护栏，以便确保彼此的竞争不至于演变成冲突。那美国今天报道还提到说，与习近平会谈后的第2天，拜登在访问 New Hampshire 州的时候，在行程当中就被问到说他和习近平的会谈在台湾议题上有什么进展。当时拜登对记者的回答是说，有啊，我们清楚表明了我们支持台湾法案，就是这样，他是独立的，他指的是台湾，他做他自己的决定。那么离开New Hampshire 以前，拜登被再次问到他和习近平关于台湾的讨论。这次记者问的问题是，总统先生，台湾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？你说你和习主席谈到他，那拜登的回答是说 nothing， 什么事都没有。那么记者又问，很清楚啊，两边有很多紧张啊。拜登又重复了一句，说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，nothing is going to happen。那么记者又追问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吗？拜登又说了一遍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，我们一点都不会改变我们的政策。那么记者再问，说你能不能澄清那个政策是什么？因为你今天说了独立，过去你们曾经说拜登把他打断了，拜登说不，我说的是他们必须决定，这个他们是台湾，不是我们。我们不鼓励独立，我们鼓励他们完全按照台湾法案要求的去做，那是我们正在做的，让他们自己做决定，就是这样。那么在这次布鲁金斯学会的研讨会上呢，这个曾经担任白宫国安会中国、台湾和蒙古事务主任的有一位何瑞恩，他发言呢提到这样一些问题。他说啊，把中美各自在会后发表的会谈纪要，就是 read out， 关于台湾的部分放在一起比较很有意思。他说，美方是讲拜登重申美国长期以来的立场，包括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。那么中方是警告任何人玩火必自焚。那么何瑞恩认为呢，这是使用了相当挑衅的言辞，尤其是在当前的气氛和背景下这种场合。何瑞恩说啊，这个中方的会谈纪要还提到说，拜登表明他不支持台湾独立，这是美国长期以来的立场。那么何瑞恩就设问说，为什么北京这么强调这一点？何瑞恩说啊，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感到沮丧。他们沮丧有2个原因。第一呢，美国持续展现出可见的对台湾的支持。从北京的角度来说，他们认为这是在给台湾人民壮胆，给他们对他们的未来有信心。从北京的角度来说呢，他们认为这是刚才我讲了给台湾人壮胆的。那么这也是对北京孤立和恫吓台湾的作为的挑战。那么北京感到沮丧的第二个原因是呢，就拜登政府把台湾议题国际化这方面取得了进展了。他说，我们看到台湾议题被讨论，然后在拜登总统会见日本领导人、韩国领导人、G7就是7国高峰会的领导人，以及4方安全对话的 Quad 这些领导人，
他们一直都在努力的是国际社会进一步认识到台湾安全的国际意义。这是又一个方式让北京在孤立和恫吓台湾的做法上感到沮丧的地方，因为台湾被以美中竞争的一个角色来对待，而且归根到底，不是美国是不会放弃台湾的，因为这是台湾呢是一个受到美国行政当局、国会两党广泛和深厚支持的议题，所以美国表示说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，这不是一个过去的趋势，而是一个长期趋势。这是美国之音等等的相关报道。那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1月17号关于这次拜习会的报道议题是标题叫做拜习会台湾问题剑拔弩张。这个报道介绍拜登和习近平这个虚拟的这个视频会谈呢长达3个半小时，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剑拔弩张。法广认为这个会谈气氛被形容为坦率富有成效，这是很明显的外交语言。坦率实际上意思是寸步不让。至于富有成效，分析人士均认为会谈没取得任何实质性突破。那法广提到说呢，有一位美国高官说会谈时间远远超过预期，就是说这会拉长了，很可能就是在台湾问题上来回的交锋，剑拔弩张，以至于超长的开会了。法广还引用了 BBC 的报道，进一步指出，会谈的这个开场气氛好像还不错，但是在台湾问题上一谈就展现分歧了。法新社的报道呢是这样形容，说是拜登和习近平常谈，但在台湾问题上争执不下。还有多家媒体的分析也指出说，一涉及到台湾问题，气氛就很严重，习近平的语气甚至带有威胁性质。